先快速过一下配件啊，鼠标垫、编织线、增补键帽、8轴器、说明书、键盘本体。Hello， 大家好啊！最近我收到了黑爵 AK816的 Pro 版本啊，对比起黑爵6月份之前出的那一款816啊，是有几个升级点的。内部送了一张主题的鼠标垫，定位板换成了 PC 的材质，轴体升级成了加德龙的2代，还有一个小的升级啊，就是内部加了一张破龙的轴下垫啊。最关键的是549的价格啊，对比现在的569的普通版的 AK816来说，可以说是不但加量了，而且还减价了。回到正题啊，我这一把是摇滚狂想配色，整体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延续了 AC081的那一套。这边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指示灯，然后右上角是一个红色的铝合金旋钮。正面的观感放到75配列比较同质化的现在啊，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起码辨识度是有了。键帽是 NDA 高度，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今年摸过最丝滑的键帽了，而且没有之一，基本上就是手机 A7 磨砂玻璃的感觉。内容性方面的话，还要打一个问号。单面热升华印刷的制服，我手里这一套是没有明显的瑕疵的。这个键帽高度上手的话，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初次上手盲打的话比较迷误触。结构方面同样是 Gasky， 因为没有做分离小板，顶部的 Type-C 接口是有一定上下移动的框量的，且加了一块小板遮羞，以避免从顶部看到键盘内部的 PCB 板，影响观感。下面正对的是一个 2.4G 的收纳槽啊，这个位置的话拿取都比较方便啊，不用每次想拿着游戏都要翻过键盘到背后去找。背面的话就比较简洁了，两段式的脚撑，这边是一个无线的切换开关，这里是 Win 和 Mat 的模式切换。外观方面就聊到这里，接下来说一下轴体，用的是加德龙的巨影 Pro 2代，但是这个轴体的外观和零售版是有一点区别的。这边是一个我之前买的盒装的巨影2代，这一个就是这个键盘上搭载的巨影2代啊，可以看到区别还是蛮明显的。这个轴心的围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和零售版巨影2代的模具是相同的。在声音方面啊，这个感觉油打的有点多，会稍微的闷一些，没有零售版的那么脆。其他方面手感包括压力都是一致的。大键的话，我这把回车和退格会有一些明显的杂音，其他几个按键表现还不错。用的是一套10式的卫星轴，精度开的其实还可以，没有什么晃动。从这里可以看到定位板上的开槽非常多啊，但是键盘的形变和这个开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是 PCB 板的下层来实现的。接下来给键盘做一个拆解啊，上下盖是通过卡扣固定的，拆解的时候不用螺丝批，用手就可以很轻松把上盖给取下来。上盖的强度还是可以的，没有弯曲和形变。在指示灯的位置加了棉和导光柱，用来区分光区。周围这个橙色的就是硅胶的 Gasky 垫片了，形变并不是非常的强啊，比较硬啊。键盘用的是凯华的轴座，定位板和 PCB 之间有用螺丝固定，防止分离。底部的话是一张破龙的底棉，这一块是4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的话算是比较大的了。充一次电用1个多月是没有问题的。键盘的底部有许多的加强筋，整体的强度还是不错的，在一定程度上的用力不会有明显的形变，这一点我觉得就做的比较好啊。因为我之前测过的一些塑料键盘都是轻轻一掰就会有非常明显的形变，但这把就不会。最后总结一下这把键盘 AK816 Pro 这把键盘整体看起来它的一个定价对比之前的普通款来说不但升级了，而且还降价了，这是好事但是目前的市场75%配列这么卷，大家也看到了，而且新品也很多，基本上售价都在这一把键盘之下，所以说这一把键盘拼性价比是拼不过一些比较低价位的产品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点是值得拿出来单独说到的首先我觉得在包装上面黑爵这把键盘就做的比较大方。其次是键帽的质感我非常喜欢，也要比另外的几款75配列要好很多。还有一个比较难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它的定位板精度开的比较高，拔键帽的时候不会轻易的把轴给带下来。这个问题也是许多 PC 定位板键盘的通病但是在这个黑爵键盘上就做得非常好。好了，那也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